我是财经记者肖辉，今天是我在武汉的第29天。这几天呢，我们去那个医院去巡视的时候，发现病人渐渐的就少了，然后医院已经恢复到那个比较有序的状态了。武汉的情况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转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一个医院的它的一个整体的发展状况。我是在2月5号的时候采访了四川援助武汉医疗队的副队长黄晓波主任，他是四川省人民医院的ICU 主任。四川医疗队对口援助的是红会医院。说到红会医院，其实我感情还蛮深的。因为我是在1月21号到武汉的时候，然后我1月22号，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去到了红会医院。我实际上走到这个红会医院，我才真正的一头扎进了这个武汉疫情的报道。红会医院呢，它其实靠着海鲜市场蛮近的，所以它是第一批收治这个新冠病人的医院，而且红会医院也是第一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，以及第二批收治这个新冠病人的医院。我和摄影记者是在1月22号的傍晚去到红会医院，当时我们其实是没有心理准备的。因为当时官方的数据公布说感染的就是确诊的人数就是200-300人，结果我走到医院去那一幕，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。我你看这人呢，黑压压的。大概那个门诊的大厅，我觉得也就是400-500平吧，里面挤了几百个病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发热的，然后很多人都在那排队，然后排上队的要打吊针的也是就在走廊上面打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但是你能听到那个咳嗽声此起彼伏。然后因为有一个大爷他告诉我说，他早上9点多钟去的，结果到下午6点多钟还是没有排上队打那个针，就是等了很长时间，所以大家情绪都在有一个比较爆发的状态。我也在发烧啊！所以一听说记者到了，然后就全部拥上来围着我，然后就跟我说，他们怎么样看不上病呀，然后怎么样辛苦呀，然后还给我看他们手中的那个病历单，就是那个 CT 呈现那个病变都是那个磨玻璃状，有的是大白废了。那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又跟一个医生聊天，然后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，他是个影像科的医生，他说你接触到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疑似新冠病人，但实际上他们从 CT 的来看，他们就是新冠病人。一线的医生当时就告诉我说，这样的人在武汉至少有1万个，当时那个官方公布的数字确诊的也就是200-300个。然后我才知道形势原来是有这么严峻的。不熟悉情况嘛，没有穿防护服，但很快出来，然后再进去的时候穿了防护服。等我知道的时候，就才想起来是后怕。对，他那个发热门诊就是所有的发热的人都到那里去，那不管你是已经呈现出来那个磨玻璃状病变的人，还是没有呈现，还只是普通的发热的人，全部都要到那个定点医院去。这其实也是我后来觉得可能有一点点问题，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个大爷他就跟我说，这个定点医院他们这里最容易出现的就最潜在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，他就是说交叉感染，是因为发热的和没发热的以及有些是家属陪着去的，所有的人都挤在一起，一场大的灾难可能是难以避免的。对，我们1月22号晚上就做出了这个判断，很快1月23号凌晨2点钟就下了那个封城的那个公告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我是在2月5号的下午采访黄晓波主任，所以他就跟我讲述说，1月26号他一到红会医院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个情况不对劲，整个医院是呈现一个崩溃状。就是我们还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，就是第一个病人爆满，第二个医护人员超负荷的劳动，第三个医护人员的这个发病率太高了。
那个时候住院的300多张床位全部都已经住满了，但是呢有很多是疑似病人还没有确诊的，然后都挤在那个住院部的走廊上面，所以整个医院其实都是被污染的，就是已经没有那个分污染区和非污染区了。当时那个医护人员的状况是不到400人的医护人员，然后有30多个是已经CT 已经是病变了，然后还有30多个人是已经住院了，就或者是请的那个病假，所以就说有60多个人，就是接近1/6的人是那个非战斗减员，这60多个人是休息了。那其他的人呢，因为医院里面缺少防护服，然后每天的物资都特别缺，可能仅够在第一线病房接触病人的，可能他们是有那个防护服，就他们去那个住院部要坐电梯嘛，在电梯上面有3个红会的医生，红会医院的医生看到他们就哭了，就说了援军终于到了。正好呢1月27号的时候，国家卫健委的一个领导到红会医院来了解情况，所以那个卫健委的那个官员就说，哎，那说说你们红会的情况吗？有什么困难呀？红会医院的情况。那红会医院的那个负责人又说，我们医院是怎么样，按照上级的要求开辟为那个定点的发热门诊，怎么样，就讲他们工作怎么样进行的，但并没有讲多少困难。然后黄晓波主任他就说，他那我急了，然后他就抢过话说，我现在看到这家医院的情况非常糟糕，应该是全体员工的员，全员沦陷，全院医院的院全院沦陷。这是说的不出3天，我说他就是下一个北大人民医院。对，医生护士全部被隔离在里面，不准出去了。1个月以后才能去。北大人民医院当年就是这样的。就是想到非典时期的那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，因为那个时候但是就是因为交叉感染特别严重嘛，所以他最后提了一个建议，就是说那能不能先把那个发热门，就把红会医院先停3天，发热门诊也停了，这3天对医院来进行一个改造，对，所以呢这3天时间他们就做了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医院那个污染区和非污染区给清理出来，这个就是做院感，就是防控感染的这么一个工作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把病人给这样就是做好区分，因为当时他们1月26号到医院来的时候，就确诊的病人是很少，但是很多的那个疑似病人，所以这一块就是要做那个核酸检测，因为当时其实那个核酸检测的名额是很紧张的。26号初2那一天，整个全院做了10个，27号只有30例，28号我们就慌了。所以正好1月28号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湖北省的副省长到红会医院来检查工作，那黄晓波主任就直接说了，必须要加大那个核酸检测的力度，所以后来他们医院到1月29号的时候，就每天就有100多个人能检测。还有第3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对于那个死者的处理。因为红会医院它原来的流程就是说，你要宣告病人死亡，你要那个心电图。那黄晓波主任就觉得这个很不科学呀，因为谁能来决定那个病人死亡？那是医生，你不能靠一个仪器来宣告病人死亡。尤其是在这个传染病期间，如果他已经死了，然后身上携带病毒，你再要一个那个心电科做心电图的那个医生进来，其实又加重了污染。对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给医院做了一个建议，就简化流程 ，ICU 的医生可以来宣告他的死亡。就他们来之前，还有病人家属会要来给那个遗体做一些处理啊，给他换衣服呀，或者怎么样。然后这一条也不允许了，不允许家属再进来接触。所以用了3天时间呢，就到1月30号的时候，医院又门诊又重新开放。对，尤其是这种呼吸衰竭的病人，主要就是要给他们进行那个呼吸上面的支撑。它其实是有4步，第一步就是高通量的那个高流量的供氧，第2步是那个无创插管供氧，第3步是有创插管供氧，第4步是那个 ECMO， 就最后抢救阶段要用的。那红会医院其实是条件是非常有限的。黄晓波主任跟我说，最大的沮丧感就是在于那个设备不够，抢救的设备不够。现在我们就觉得我18般武艺，我大概只能耍2、3把斧吧，基本上就这。就耍哪2把斧？
就只能耍耍无创呼吸和有flow高流量气啊。他接手的大概是40来个病人，有5个人就去世了，然后当天2月5号当天还有2个人的状况已经非常不行了，就可能也就是在濒死的边缘了。他说那个去世的5个人，他就有2个人送进来的时候状况可能就不太好了。但是他觉得还有3个人还是可以抢救的，如果当时他有埃克莫的话，他觉得还是可以抢救。据说现在来了10台埃克莫，好像要被接管了，要被停医了。来到这个医院吗？我们医院的这种级别是分不到埃克莫，是分不到埃克莫。黄晓波主任说，这个他作为医生，他其实觉得无力感特别强，包括他们有一些年轻的医生呢，就挫败感特别强。有一个病人走了嘛，那个年轻的医生就很困惑说，哎，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做够呀？然后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去抢救他们呢？是我们自己医生的错误吗？所以就会很怀疑自己的职业。那黄晓波主任还要给他们做心理的安慰，就说，我们其实真的都已经尽力了，只能做到这样了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场，在帮助他们。黄晓波主任说，他们本来是想说要去，就是把一些危重症病人那就转诊啊，因为红会医院的能力有限，想转诊到金银潭医院或者是同济医院更好条件的。可是其实转诊问题很大，第一就是说转诊的名额要由那个市的卫健委来批，然后也很难等到那个批的名额，因为但是很多危重症病人也还蛮多的嘛。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缺那个救护车，就是有那个氧气，就因为危重病人都已经呼吸衰竭了嘛，然后就需要带着氧气然后转院，其实也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说昨天我跟熊院长他们院长通电话，我们2个打电话到1点钟，真的我们绝望了，说是重病的孩子值得我们自己救。首先是在那个无创供氧的时候，就做了一下改造，自己想了一下办法，就比如说在那个无创那个供氧的那个机器旁边又加了一个，就再加了一个管，对，这样可以大大的缓解那个病人那个就是说缺氧的状况。还有一种就是当时2月5号的时候，他们在改建一个那个负压病房，病人呼吸出来的那个有毒的气体进入那个负压室，然后进行那个净化，然后可以排出去。其实黄主任也跟我说了，对于新冠病人没有特效药，其实他们能做的也就是维持住病人的那个生命体征。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信心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一定要鼓励病人，要他有生存下去的信念，然后给他加强营养。就说新冠病人到比较危重情况下基本上都吃不进去东西，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用那个注射的办法，就是用营养注射的办法给他们维持住那个营养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对他们进行更多一点的关护关照。就比如说黄主任就跟我说，他特别喜欢的是去跟病人待在一起，去查房，所以他每天都会花5-6个小时在病房里面去跟病人聊天。他会说，医生你一定要救我，啊，好多病人拉着你的手让你走。他其实是老年人还是老年人，即使是老年人他也是这样子。有一个13床，像现在我们床号又变了，好吧？以前我们叫13床。那个婆婆，只要你医生护士站在她床边，她就没事，她就一声不哼。你只要一离开那个房间，去在门外配药啊、处理啊等等这些事儿，她就一直开始哼，就在里面乱喊乱叫。这个，你只要进去她就安静了，非常恐怖。今天就好多了，今天早上我就去看了他，他就挺好了，他说不停的感谢我，不停的感谢我，说我们都在救他，他自己也知道。就黄主任会说，他其实是把这个医院，他对红会医院也特别有感情，所以他是全程的去参与了这个红会医院的重建。他跟医院的院领导当然是关系都很熟。我在2月5号的时候在采访他，让他评估一下，他说红会医院本身的状态在慢慢回来，他觉得应该回到了恢复到30%的状态了。黄晓波主任他最后是这么说了一下愿景，他说他希望他走的时候，红会医院自己本身的医护人员战斗力能恢复到80%，能自己把这个医院维持起来。
就他说他会对红会医院非常的有感情，这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那个汶川大地震，全国各地的那个 ICU 的那些专家，然后医护人员也都到四川来，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来援助他们。因为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那个四川省人民医院是把那些当年来给他们支援的那些医护人员，还有一些患者康复的患者，然后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个纪念嘛，一个纪念的聚会。他也希望说，等红会医院的状况好了，等疫情过去了，他希望今年9月份的时候，他还会带着医疗队来回访。我跟他们这样承诺的，就是今年9月份，2020年9月份，我们带10个人回来，我要再回访这家医院。我跟他们楚院长，他们楚院长住院了嘛，约好了我要跟他喝酒，然后他说他能喝6-7两，我说我差不多也得喝。这个。详尽深度的新冠肺炎最新内容，可登录财新网及财新 APP 免费收看。最新财新周刊重磅报道现已全面上线，更多精品视听内容等你前来